这是我们这次准备的一些卡式炉的气罐哈。其实这个一包里边可以装24罐，刚好24罐，但是我们用不了那么多。我们一趟出去最多也就是16罐，这样。这是我们的卡式炉气罐，然后，还有的罐呢，就这个。我们之前的气罐都是乱七八糟的放在这个燃气罐室的哈，就是我们之前车有燃气罐，但这一次呢就不一样了，这次我们要把它全部装在包包里边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不常用的东西，这些是我们明年后半段的计划要去的地方要用。我买的都是那种大罐哈，这种高罐。没个地方放，这车里边现在真是位置太紧缺了。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包包就能把它们全装下？我们是这种大致的做了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气罐之间还要做这个防碰撞的哈，不然的话这个行驶开来之后噪音太大了，所以我们还要把它隔开。隔开之后，这个里边大概就是能放这么多。包括这个包包里边，我们也是要用纸片来做隔层。这下闹大了哈，这边全给拆了，在上面这土的话，老板去拿吸尘器去了，必须全清干净。把底盘，你看这底盘这些孔都是可以通到地面的哈，这些孔都是没有用的，通到地面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车里有时候会漏风啊，噪音大呀，它这孔都能直接看穿地面的，这些看到没？这孔是通着的。它也不用，也没有什么东西打在上边，而这样的孔整个地面上面有几十个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些孔全部封起来，包括这些和前面的这个防火层的这个边缘胶要搞住啊，有这种空隙洞，还有螺丝拧过来的，全给它搞密封好了。那我们上一台车也是这样搞的啊，我们上一台车地板呀什么的侧面全是给全部拆掉全搞的，所以呢，之后就不会再存在这些问题了。包括这个，我们还有一层板，它不是因为可原装的，我们订购的哈，然后把它罩起来就可以了。还有专车专用的那个防虫网，这儿一层，这儿一层，两层，不然的话这个水箱之后可能会有问题。虽然对散热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是影响并不是很大啊。搞个不锈钢的，要不然碳钢的时间久它容易碎坏，然后不锈钢的它不生锈又不坏，可以。这里边的灰尘先吸干净，然后再给它掀起来，做下边的这个，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完全拿出去啊，我们的家具压着一部分，所以呢抽出去就很难再塞回来了，所以就掀过来，做好之后再给它放倒。从中间一扶就起来。然后新车也回来了，我们把这个锁子拆下来，换个密码。我们现在是3位数的密码，但是我们其实是要把它改成4位数的密码哈。3位数的密码，相对来说比较哪儿了？比较容易猜得到。我给拆开了，我换密码呀。换密码还得拆开换？机械的嘛，里面你看，比如说这是289啊，你把那里面还带富裕的一个，把那个蓝色拔出来，把红的插进去，它就密码就换成那个。我们来把它拆开。好，我们这还有个备用的，看到贴在车上这个。好了，我们把密码已经改过来了，从3位改成4位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把它装起来。这是螺丝，这是卡子，这是锁芯。还有个垫板呢。到这儿了。我还以为没了呢。好，这个换个密码就这么简单啊，比较容易。所以我们会经常更换我们的车身的这个密码，因为有的时候拍视频会误拍出来。
这种机械锁啊，它的好处就是它不容易坏。下雨天啊，什么都电子密码锁啊，它有坏的可能性，因为我见过很多坏的车，所以我就选择了机械锁，而且我们用了很多年，一点问题没有啊，想怎么拆就怎么拆，而且安全性也可以，而且是没有缝啊，一点缝都没有。哎，卡都塞不进去，不可能能塞进去一点点缝，只能靠密码。好嘞，现在师傅已经把指针的这个贴上了哈，这边贴的指针，下边用的全部都是隔音棉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掀回去，这个底盘下边的噪音就前边的这部分就基本不会再有了哈，因为后边的车厂已经做了，前边的这边它没有碰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搞一下我们的这个灯，其实我们车上的灯还有很多没装好，包括这个门口的这个灯，看到没？这也是飞亚玛原装的哈。门口的门框上面的这个灯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飞亚玛遮阳棚原装的这个原装位的灯。虽然我们已经有一层这个 LED 灯带了，但是这个灯带呢并不够亮，它是散光，我们要搞一个45度的光，刚好照到下边来哈。所以呢，现在正在装这个，它刚好能卡到我们这个灯槽里，它灯槽是留了一个原装位的，看这个。遮阳棚上面带了个原装位，它这个是3插接3插，这个是给我们留着挂衣服的那个，这是挂我们那个帐篷的户外帐篷，所以这些槽都是有用的啊，你别看在这个上面。然后这个遮阳棚伸出来之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些灯要装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折叠位那个灯，搞得我们户外要明亮一点，不要乌漆麻黑的出去啊。现在再进我们车里边，简直是乱的不可开交哈，这前面拆的那些板做隔音呢，然后这个东西直接全部拆下来了，全在这后边放着哈。哎，现在车里边看起来是极乱的，也是为了以后更舒服。我们把这个板拆下来了，当时我让工厂在这后边给我留一个那个外边的灯带的线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灯装在我门头，因为门头的这个灯其实很重要，很多的这个车厂不愿意装这个灯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特别贵。别看就这么一个小的 LED 灯哈，这个价格呢是很贵的，但是它很重要。一出门的时候啊，装在这个门口的上方，这个下边可以被打亮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板子拆了下来，这个板子是可以拆下来的。当时的这些电路啊，全在后边留着。到时候我们跟这个把它做成感应的也好，做成这个室外灯这条控制的也好啊，都可以控制。这现在暂时我们还在接这个飞亚玛原装的这个遮阳帘这个灯带。